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王牌对王牌这档综艺节目最新一期，直接让全网观众对他好感败光。从没有想过他们竟然会拿关晓彤的生日来当热度，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糖的吃相，真的不要太难看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王牌里边的老嘉宾，沈腾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节目组当棋子使用。沈腾和关晓彤在王牌对王牌里边已经算得上是老嘉宾了，两人的关系也相当的不错，非常有综艺感。许多网友也正是受到两人的影响，才会跑来看这个节目。在很多时候，沈腾也会维护着关晓彤，但这一次沈腾的做法却引起了全网的不满，觉得他是和节目组合起伙来欺负关晓彤。这一期录制节目的时候，恰好迎来了关晓彤的生日，节目组也想给关晓彤一个生日惊喜，恶搞了一出整蛊戏码。据悉，这个恶作剧最早是弯弯的综艺节目中玩过的。这次为了给关晓彤过生日，节目组特意请来了一个号称科研团队的工作人员，拿着团队斥资上亿，花费5年时间打造的科研成果来整关晓彤。团队号称这次的成功都在这一堆光盘里，特意带来让嘉宾感受一下。首先就给了沈腾，而沈腾和主持人显然知道要整关晓彤的事，所以沈腾直接就递给了关晓彤。但关晓彤还没伸出手的时候，沈腾就直接撒手，光盘全都掉到地上摔坏了。更致命的是，科研团队说没有备份，所有的成果都在这个光盘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关晓彤还很冷静的辩解，自己确实还没伸手接，沈腾就直接撒手了。但为了整蛊的效果更逼真，沈腾咄咄逼人的回怼关晓彤：“还能给你递嘴里吗？”双方争执的时候，关晓彤的表情很明显有点不可置信，自己一直尊重的前辈怎么突然变脸？其他不知情的嘉宾表情也瞬间大变，尤其是唐嫣，表情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，因为整个事情她一直是目击者。唐嫣十分清楚的知道，当时这个光盘确实是沈腾还没有放到关晓彤手中的时候就松开手了。网友看到唐嫣的表情，也知道唐嫣很想要为关晓彤说话，但娱乐圈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圈子，如果唐嫣这时候选择为关晓彤说话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得罪沈腾。但从唐嫣的表情就可以得知，当时的她绝对是非常愤怒的，眼睁睁看着关晓彤背了黑锅，结果自己却不能有任何的作为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唐嫣这一个表情已经可以写到北影教材里边了，把愤怒又不能有任何作为体现的淋漓尽致。除了唐嫣以外，另外就是闫妮了。在刚开始，闫妮还是一副不在意的态度，看到光盘砸到地上，闫妮直接就被吓醒了一样。而且当时的她也清楚的看到，确实是沈腾没有把光盘送到关晓彤手中就松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关晓彤为自己辩解的时候，沈腾的态度非常的强硬，工作人员也一直把错误往关晓彤的身上推。本来节目组就已经再三强调这个光盘的价值究竟有多么重要了，看到工作人员一直把错误推在自己身上，关晓彤也陷入了自我怀疑的状态，当时眼睛里边就已经有泪花了。可能女孩子更能体会当时关晓彤的心情吧，毕竟是没有备份的科研成果，价值上亿且耗时5年。这件事如果是真的，关晓彤恐怕已经想到接下来自己要面临的网暴了。就在关晓彤哭得不知所措时，其他嘉宾突然从后门推着蛋糕走出来，唱生日歌给她惊喜。但关晓彤丝毫没有任何惊喜的样子，依然全程沉浸在愧疚恐慌当中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沈腾。可见这次的整蛊是真的整蛊，并非关晓彤想要的惊喜。甚至他将来每次过生日可能都会有阴影了，毕竟惊喜也要有个限度，更应该贴合当事人本身的性格，同时也要每个人都感觉好玩才行。拿一个上亿的科研项目让关晓彤摔坏，所有人埋怨他一顿之后再给一个甜枣，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了。关晓彤在生日蛋糕推出来之后，直到后面都笑不出来。这期节目播出后也引起公愤，网友都在评论区抨击节目组太不尊重嘉宾，甚至还有一些网友直接把他给举报了，觉得这一个节目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本意。那么为何王牌对王牌节目组口碑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？要强行搞笑，莫名其妙加梗。现在来看的话，国内的综艺市场已经出现了饱和的状态，
观众喜欢看的就是那么几个。如果这几个综艺节目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，口碑肯定也会相当不错。但他们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，比如说《王牌对王牌》，之前的他们是浙江卫视综艺节目里边的门面担当，但现在来看的话，不少网友都觉得节目组已经无底线到了极点，强行搞笑就算了，还疯狂的投入各种广告，又或者是不断的炒作，把节目里的老嘉宾当枪使用，博来的热度就全是自己的，被辱骂的就全是节目里的老嘉宾，被邀请上台的这一些新嘉宾。如果说咖位不够的话，就会被疯狂吐槽，又或者是直接当工具人。这一季的王牌对王牌直接把他们之前几季的努力全都毁于一旦。首先就是作为里边的搞笑担当贾玲，这一次没有来到现场，据说是和电影时间有所冲突，开心果都不在现场，有很多观众无比的失望。但考虑到王牌对王牌已经出现了这么多季，还是有网友愿意追的。结果等到第一期播出后，网友直接傻眼了。先来说说里边的这一些游戏，全都是已经过了时的老游戏，观众都完全可以猜到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。沈腾在贾玲离开节目组后，一个人的压力也无比的巨大，经常需要强行搞笑，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。另外就是里边的这一些梗，也全都是胡乱加进来，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看得出来，站在台上的这一些嘉宾也觉得比较尴尬。当镜头没有直对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脸上的表情也颇为无奈。二捧高踩低，嘴脸过于丑陋。不光是里边的游戏情节非常的尴尬，节目组对待嘉宾的不同态度，也让许多网友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就拿宋亚轩来说，现在的他确实热度比较高，很多的粉丝也正是冲着他来看这档节目的。节目组也知道宋亚轩对自己利用度非常大，因此许多镜头全都给到了他的脸上，但宋亚轩压根就没有什么综艺感，很多话他压根就接不上。节目组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直接让杨迪成为了他的陪衬物，带着宋亚轩强行搞笑。不少网友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也为杨迪打抱不平。要知道杨迪在其他综艺节目里边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咖了，结果来到这里直接就成为了衬托宋亚轩的绿叶。很多时候杨迪话还没有说完，节目组就立马把镜头切换到宋亚轩脸上，压根就没有给杨迪适当的尊重，而且节目组还把主角光环给到了他的身上。其他人在认真玩游戏的时候，宋亚轩就疑似开挂，任何问题都能答对。或许节目组是想突出宋亚轩很聪明，但在网友看来，这样的操作反而是得其反，觉得他肯定知道了内幕。如果说一个真人秀节目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嘉宾知道内幕，那这还有什么看法呢？当然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情节，最离谱的是等到惩罚环节到来的时候，节目组又把捧高踩低这一套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按道理来说，泼水环节应该一视同仁，结果宋亚轩头发丝没事，沈腾和沙溢全身都被淋湿了，这样的区别真的合适吗？我们可以理解节目组这样做是想收拢住年轻粉丝的心，但这样做真的不怕老嘉宾寒心吗？三剪辑被吐槽过于拉垮，疯狂打广告。王牌对王牌已经播出了这么多季，按道理来说，剪辑问题是最不应该出现失误的才对。但这一次，这种低级别的错误都频繁发生，镜头总是给到那一些流量小星面前。华晨宇在这一些流量小星面前都没有镜头感，本来镜头前一秒还对准华晨宇，华晨宇还在说话，结果下一秒就切换到了别人脸上。不管是谁看到这种不尊重的情况，心里都很不舒服。因此，许多网友也吐槽，估计节目组把实习生给请了过来，审核都没有认真审核。还有就是节目组吃相太过于难看，嘉宾还正在高兴的玩游戏，突然就插播一条广告出来。当然，偶尔插播一条广告出来，观众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节目组它也要盈利。但问题是，王牌对王牌在这个方面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一期节目能够播出的广告达到了7、8个，让观众很是厌倦。来到台上的这一些嘉宾也要配合节目组打广告，时不时就要喊一个口号出来，又或者是疯狂推荐这一些产品，这也让观众觉得早就失去了原本的味道。如果说综艺节目里边全都是广告，那谁还愿意看综艺节目呢？
还有一些网友觉得这一季的王牌实在是太失败了，把之前几季积累的口碑全都给毁于一旦。台上这一些嘉宾看得出来，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颇为不满的，一个个的表情都不是很乐意，但奈何节目组强烈要求，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。毕竟在台上的他们也只是打工人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组恶意整蛊寿星了。节目组如此的操作，一点都不考虑台上这一些嘉宾的感受，让卫视的口碑更加雪上加霜。其实可以理解吴彤和其他嘉宾想要给关晓彤惊喜的心情，但如果当事人只感到惊吓和恐惧，那么这种惊喜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以后谁还会看这个节目呢？你觉得节目组应该进行整改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